最近有一款很热门的手机游戏，叫做《神奇盐类》。大家可以在游戏中捕捉各式各样的盐类精灵，可以透过对盐类精灵发动攻击来削弱它们的战斗力，也可以对盐类精灵投其所好，增加好感度，提升捕捉的几率。而且此款游戏结合 AR，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上发现盐类精灵，增加趣味性。狐狸猫跟小树蛙也跟上这波潮流，他们非常兴奋地约好要一起去捕捉盐类精灵，带上手机、水壶跟帽子，准备来场大冒险。狐狸猫问小树蛙，是否知道这些盐类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？小树蛙回忆道，上次他们是透过酸碱中和来产生盐类的，但是生活上有些常见的盐类是人工制备的，有些是从天然的来源中萃取出来的。神奇盐类里也会对这些盐类进行介绍。于是狐狸猫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盐类精灵。他们才刚走到街上，就在小吃店的厨房遇到了氯化钠精灵。狐狸猫用手机看了图鉴，发现氯化钠精灵又称为食盐，为无色晶体，细小粉末呈白色。他们首先使用泼水攻击，氯化钠精灵便溶于水，成功造成伤害，降低战斗力 50%。 接着小树蛙尝试使用中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上升。他们乘胜追击，丢出精灵球，总算成功收服。成功解锁详细资讯，氯化钠在海水中的含量约有 2.8%， 因此可由海水蒸发制得，也可由天然的盐矿中制取，常作为调味品及保存食物。收服完第一只精灵之后，狐狸猫和小树蛙信心大增，继续寻找其他精灵。一转头，就在街上的雕像旁边发现了硫酸钙精灵。狐狸猫打开了图鉴，发现硫酸钙为白色固体。他们使用泼水攻击，发现硫酸钙精灵只有微溶于水，降低战斗力 5%。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改变策略，放弃攻击，增加好感度。小树蛙使用中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微微上升，他们便丢了大量的中性果实给硫酸钙精灵。狐狸猫尝试丢出精灵球，成功收服硫酸钙精灵，同时成功解锁详细资讯。硫酸钙是石膏的主要成分，常见于石膏像、外科治疗骨折的石膏膜、粉笔。到了中午，肚子饿的狐狸猫想要去海产店吃他最喜欢的鱼当做午餐。两人一到海产店门口，又发现新的盐类精灵，碳酸钙精灵在贝类上面。狐狸猫再次打开图鉴，发现碳酸钙为白色固体。小树蛙对碳酸钙精灵使出泼水攻击，发现没有造成影响，降低战斗值 0%。 狐狸猫使用中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微微上升。小树蛙接着使出泼酸攻击，发现碳酸钙精灵身形变小，碰到酸的地方也产生许多泡泡，成功降低碳酸钙精灵 80% 的战斗力。狐狸猫丢出精灵球，成功收服，成功解锁详细资讯。碳酸钙是大理岩及贝壳的主要成分，为常用建筑及装饰的材料，且因为几乎不溶于水，所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垢，其主成分也是碳酸钙。收服完精灵后，狐狸猫和小树蛙好好享用了一顿午餐。出来之后，在旁边的药局居然也发现了熟悉的身影。他们走近一看，在钙片的上面看到了刚刚收服的碳酸钙精灵。狐狸猫惊讶地说，原来我们常吃的钙片是碳酸钙啊，他还以为是金属的那个钙呢。小树蛙告诉狐狸猫，如果只有钙，那不就是吃金属？钙片完全不是长那样。哇，这边有个资料解锁，赶紧收服这只碳酸钙精灵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收服之后，成功解锁详细资讯。钙片大致分成2种类型，天然钙和合成钙。天然钙就是使用动物骨骼或贝壳，再经过加工而制成。合成钙就是人工合成出碳酸钙，其他也有柠檬酸钙、磷酸钙等基本的制备组合。
离开药局后，狐狸猫和小树蛙要来享受属于他们的下午茶时光。走到面包店门口，再次发现新的精灵——碳酸氢钠精灵。狐狸猫打开图鉴，碳酸氢钠又称小苏打，是白色固体。狐狸猫和小树蛙马上使出泼水攻击，发现碳酸氢钠溶于水，成功造成伤害，降低战斗力50%。接着，小树蛙尝试使用中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不升反降。狐狸猫丢出精灵球，精灵球不断摇晃。就在狐狸猫和小树蛙以为要成功收服时，碳酸氢钠精灵从球里跳出。小树蛙更换选项，对其使用碱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上升。小树蛙乘胜追击，使出泼酸攻击。碳酸氢钠精灵身体冒出许多泡泡，并痛苦地缩在一起，降低50%的战斗力。狐狸猫再次丢出精灵球，终于成功收服。成功解锁详细资讯。碳酸氢钠可利用二氧化碳通入碳酸钠溶液中制备，又称为备用碱，可制成发粉，使饼干蓬松。另外，生活上常用碳酸氢钠来清洁用具或是除臭。结束下午茶的行程之后，因为听说台风要来了，狐狸猫和小树蛙准备到超市购买一些防台物资。走进超市，狐狸猫和小树蛙便在清洁用品区看见新的碳酸钠精灵。狐狸猫发现它与刚刚的碳酸氢钠长得有点像，图鉴写着碳酸钠又称为苏打，白色固体。小树蛙仿照刚刚的攻击模式，使用泼水攻击，发现碳酸钠溶于水，成功造成伤害，降低战斗力50%。狐狸猫对其使出碱性果实，发现好感度大幅提升。小树蛙把握机会丢出精灵球，并紧张地等待，成功收服碳酸钠精灵。成功解锁详细资讯。碳酸钠是清洁剂中常见的成分，又称为洗涤碱，也可用来制造玻璃与肥皂，其碱性大于碳酸氢钠。心满意足的狐狸猫和小树蛙要去选购饼干，在苏打饼干上跳出了熟悉的身影。狐狸猫自信地跟小树蛙说，那一定是碳酸钠精灵，因为碳酸钠又叫做苏打。两人走近一看，发现是碳酸氢钠精灵。狐狸猫尴尬地摸摸头，拿了2包饼干到购物车里。两人分开前，狐狸猫打开手机检查今天的战绩，发现系统还将今日成就整理为重点。我们可以利用酸碱中和反应得到盐类，而常见的盐类包含氯化钠、碳酸氢钠、碳酸钠、碳酸钙、硫酸钙等5种。狐狸猫兴奋地告诉小树蛙，我们今天收服了5种精灵，下次一定要再来挑战收服其他更厉害的精灵。小树蛙自信地说，当然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可是神奇盐类大师呢。在本次冒险中，狐狸猫对氯化钠、碳酸氢钠、碳酸钙精灵都有造成攻击，使它们的战斗力下降。狐狸猫分别是使用什么原理对精灵造成伤害的呢？一起想想看吧。我们今天介绍了5种生活中常见的盐类，欢迎各位找找看生活中还有哪些盐类，留言底下告诉我们哦。大家拜拜。